为啥在中国的老外都准备离开中国了？疫情期间待在中国这边这么安全，那为啥居然还有不少老外最近已经回国了、出国了，或者最近准备回家呢？难道真的是因为不接受这些防疫政策，真的是在家待不住了？真的是因为不听话吗？其实也不是。其实说实话，很多中国朋友们，包括说最近没有待在中国的外国朋友们，都不太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。所以今天我从一个老外的角度来给你们分析一下。开始之前，我想听一下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你们觉得真正的让外国人在这个时候离开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咱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。来自德国的小伙子 Mark 今天又来了。现在是成都时间中午，现在我出来散会儿步，然后待会儿还要去买一些东西喽。前2天我看到一个特有意思的视频，就是来自我的德国老乡阿富，他是一个在中国这边过得很不错的一个德国网红。我看到他的离开疫情之下的上海，回到自己的老乡德国的这个视频，然后我感觉到哇，人家在中国过得这么好，都有中国的老婆了，他都决定回德国去找一下自己的家人，去跟他们过生日，然后会去看一下他的朋友们等等。虽然说我觉得非常能理解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这个真正的最近不少外国人考虑回国、考虑离开中国的原因在哪里？很多中国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些老外不听话，他们疫情之下有这些防疫的政策和措施，他们待不住了，他们就是要跑了，他们不遵守这些防疫政策，他们太爱自由了，等等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的呢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待在中国还没有离开，起码最近这段时间也不打算离开的一个老外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其实也还好。虽然说防疫政策是对平常的生活，如果你的所在的这个地方有疫情，肯定会限制一些正常的生活和自由的处境。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老外当然也认可，也知道这个方法是有效果的，可以控制住这个疫情的，所以我们也能接受，我们也待得住。包括说这个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在中国的老外，包括说全球的人都认可，都知道这些方式是好的，是有效果的，大家也去做了，大家也去戴口罩了，大家也去疫情了，也没非必要，也没有出去耍。这个桥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还在移动。哇，这个是啥？成都的大自然在街上，走喽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觉得主要是2个原因会让老外考虑回国或者出国。第一，我觉得那就是现在全球的这个疫情的状态都不太一样。国外现在管得越来越少了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管这个事情，但是在中国反而现在因为有一些疫情，所以开始管得更严格起来了。那么以前我们在中国的老外，我们觉得哎呀，在国外这个疫情好恼火啊，经济好差呀，他们都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。在中国这边最起码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，虽然说有一些限制，但是控制得好。现在我们看到哇，好多朋友们他们已经去旅游了，已经天天在外面耍，已经完全不管这个事情了。那当然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羡慕的感觉，毕竟大家肯定都希望这个事情快点恢复到正常。那么当然一个坏处就是少管
或者不管这个事情，那感染的风险也要高很多，这个肯定是要承认的。但是 Marky 觉得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疫情目前的一个不确定性。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全球都非常愿意、非常接受去执行这些防疫的措施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是对的，是很有必要的，而且它是暂时的。那么一个事情什么时候不是暂时的，可能大家都要自己决定。对于有一些人来说，1年不是暂时的，有一些可能是5年、10年。那么很多老外现在就在算，就在想这个问题，已经2年半了，没有结束，没有一个很正常的情况，他们就在考虑自己的朋友们这么长已经没见了，已经没联系了，自己的家人也越来越老了，也见不到了，所以再能理解这些防疫措施的必要性，再喜欢中国这边的生活，再喜欢中国的老外，可能都也会考虑，都会想一下，毕竟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年龄也不会变得越来越小，反而会变得越来越老。毕竟家庭也是对大部分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。我相信所有的最近已经离开了或者打算离开中国的外国朋友们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。而且也并不是说因为在这边待不住了，或者说不接受这些防疫的措施，而更多是因为要考虑到一个长期的规划、长期的一个安排，而且还要考虑到自己的朋友、家庭、国外的生活了。但是你们能理解现在大部分的待在中国的老外的这个矛盾吗？有点想回去看看家人，有点不想离开中国这边好的生活，你们能理解吗？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怎么选择呢？留下来还是回去看看家人呢？哪一种更重要呢？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今天的分享就只有这么多，非常希望你们现在更能理解老外的这些想法，希望你们也觉得今天的分享也比较有意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非常欢迎你的关注、你的点赞，谢谢喽。在下一个视频，我又要加油找一些有意思的分享、有意思的事情跟你们说一下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看Marky的视频，欢迎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。